沈郎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反杀自己的竟是他给沈芷依的一封信。沈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虽然身子不咋地，但幺蛾子那是一套一套的，不仅想借助薛家灭燕家，转头还想顺手灭了薛家。在第一世中，因着他觊觎弟媳，喜提沈介师兄。虽然第二世因为江雪宁不再执着于后位，沈介也没有理由再去兄友弟恭，但沈郎对这个弟弟的防备可一点没少，毕竟太后和薛家可是心心念念的想让他当皇太弟的。为此他选择牺牲妹妹和亲来巩固自己的皇权，但沈芷依和亲后的生活并不好，在达达他受尽屈辱，甚至第一世的他还被达达记了起。但还好第二世有江雪宁的介入，乐阳长公主得以还归故国。而此时的沈芷依早就不是当初那个爱耍小脾气的姑娘，和亲一事让她看清了哥哥的自私冷漠。而沈郎看到自己的妹妹，却起了不一样的心思。他知道沈介软弱，谢薇与燕林的不怀好意，便想让沈芷依利用沈家人的身份来调动黑甲军秦王。但他却没算到长公主早就将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在沈芷依眼里，自己的这个哥哥早就不配当这天下之主了。谢薇攻打进皇宫之时，沈郎与薛远才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世。谢薇不仅屠尽了薛姓之人，更是将活命选择权抛给了沈郎。当年沈家逼薛定妃在燕民与自己之间选一个，如今谢薇同样让他做这个选择。而大孝子沈郎也是不负众望的杀了薛太后，以求苟活。但谢薇的杀心并没有因为太后之死而消散，为了拖延时间，沈郎亲手杀了薛叔。终于等到沈芷依带着新州军赶到，沈郎本以为是自己的生机，却没有想到是自己的死期。沈郎用沈氏江山威胁长公主，沈芷依却觉得好笑。他觉得曾经沈郎给自己的信真的是对极了，若为鱼肉，就不能怪别人为刀俎，所以今日他便要成为刀俎。沈郎明白了，若非自己轻信妹妹将只听从皇室的黑甲军给了沈芷依，也未必会落得如此结局，所以将想杀了他，但却被一脚踹翻。沈郎到底是自己的兄长，沈芷依还是不忍心，向谢薇求情给他留个全尸，但谢少师手起刀落，直接让沈郎身首异处。宁安如梦一个吻 NG22次，给张凌赫都亲缺氧了。而靠着这个吻，威宁写诗也是稳稳上分。俩人被困山洞，他为救他忍住恐惧，驱赶野猫，他冰封的心为他融化。俩人吻的忘我，让谢薇甚至觉得，若是就这样困在这个山洞里，好像也不错。该说不说，真情侣就是不一样啊。婚前魂牵梦萦，婚后抛诸脑后。原着手帕哥为啥娶了江雪慧1年后就变了心？其实江雪宁活了2世都没能猜到，手帕哥沈介其实是个隐藏的渣男。毕竟他一直认为自己上一世能够成为皇后，靠的全是抢了姐姐的手帕缘分。但今生宁儿将手帕真正的主人江雪慧送到了沈介面前，俩人却并没有白头偕老，反而是被方妙后来者居上。难道手帕哥是个见一个爱一个的人吗？首先沈介喜欢江雪慧，但还没有到那种非他不可的地步。所以这一世的沈介虽然也想过选江雪慧做正妃，但薛叔搬出沈郎的话就立刻偃旗息鼓了，也就更不会出现上一世一样为娶心爱之人为正妻顶撞太后皇上的情景了。俩人虽因手帕定情，但毕竟接触有限，说过的话也是寥寥无几。所以在沈介心里，江雪慧肯定是比不过与他燕林一起玩耍过的江雪宁了。而且沈介是个绵软懦弱却又多情的性子，碰巧江雪慧也是个冷静清醒，若非必要定不插手的人设。所以手帕哥虽然会因为手帕心动，但俩人的性格其实并没有那么般配。并且根据上一世沈介对江雪宁的偏爱可以看出来，他本人其实是更喜欢活泼热闹的女孩的。因此即使沈介婚后刚开始与江雪慧更加亲近，和方妙天天吵架拌嘴，但时间长了还是会被与宁儿性格相似的方妙吸引，从吵吵闹闹变成打情骂俏。这沈介心里的那杆秤都偏向方妙了，对江雪慧自然也不会有当初的热情。甚至在原著中，方妙还和江雪宁抱怨过，大臣给手帕哥送女人，沈介连碰都不碰。可见这俩人后面的感情是十分稳定的。
但好在方妙并不是个嚣张跋扈的人，自然不会搓磨侧妃，而江雪慧也不是一个骄纵的脾气，自然也不会想方设法的搞幺蛾子。因此江雪慧虽是失了宠，但靠着自己的宠辱不惊与身居要职的父亲，依然可以过好自己的日子。即使刚开始会伤心，但日子久了终是会看开的。所以对于江雪慧而言，她就是自己的依靠，即便是逆境也会给自己找到一条生路。